有请1号男嘉宾。大家好，我叫徐帅，来自广东广州，今年33岁。各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你们好。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您的第一个诉求是？我希望能和你一起去各种的音乐空间。好。音乐空间有哪些呢？因为我是一位音乐狂热爱好者，我涉猎的音乐范围也比较广，从流行，然后到小众音乐，到古典音乐，然后我也喜欢去一些 live house， 然后歌剧院、音乐厅。哦，韩旭喜欢什么音乐？哪种？在比赛前，我喜欢激情的那种，就是摇滚或者是说唱啊。然后在我 emo 的时候，我就喜欢听伤心的感情那种歌。伤心的时候偏听慢歌。对。那比赛赢了听什么？比赛输了听什么呢？赢了听今天是个好日子，是吧？赢了对。输了呢？就可惜不是你，下次再赢他。哎，也合适。23号。男嘉宾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在2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你会放什么音乐？你喜欢什么风格？我唱给你听。你喜欢什么风格？我唱给你听。哦。男嘉宾，刚才向你提问的刘娜，给你稍微补充一下她的情况和信息。她是中国街舞界的元老级人物。所以你唱的时候，他能干的事儿就太多了，各个舞种都可以。是不是有可能看看刘娜跳舞呢？这么厉害的舞者，可以吗？你可以跳一段，你想跳什么？需要什么音乐？你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我可以满足你，我可以满足你。哇！啊，姐姐，哎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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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吗Uptown Funk。Uptown Funk。哦，他选的是那个火星哥的 Uptown Funk。我感觉是运动员要下水了。热身。可以吗？音乐。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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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谢谢。哇，好的，谢谢23号。太专业了。韩旭刚才看了那个，你觉得是23号跳的舞怎么样？太好了，太美了。你喜欢跳舞吗？喜欢不代表会，不代表想上台。好严。不代表现在想跳。对。他们说你们会在更衣室里边跳。赢球之后会在更衣室里有时候会跳舞。跳的是什么舞呢？乱扭舞。群魔乱舞。对。第二个。我不希望你介意我偶尔去参加聚会。10号。男嘉宾好，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万一你女朋友比较介意，那你会带你的女朋友一起出席吗？哦，当然没问题，没有问题。哦，以及你这个频率大概是多久呢？多久一次？
比较忙碌的时候，可能1周会有1到2次。OK，了解。韩旭，你平常饭局多吗？我平常饭局特别多，早中晚都有。好，哎，嘎了这个蛋白粉，来看看，嘎了老陈来。只要心中有饭局，我就在饭局里头。漂亮。好的，来看片子。用10年时间追寻一个登台梦想，是否值得？偶然听到了歌剧《魔笛》，开启了我真正的热爱。毕业以后，我如愿地成为了专业的歌剧演员的替补。为了能有机会上场，会把演出剧目中的所有男中音的旋律都练会，做一个全能替补。渐渐的，我赢得了剧团的认可。10年时间，14部剧目，860多场演出，从替补到登台，从配角到主角，终于我自己也成为了可以站在台中央享受掌声的人。可命运不听我的指挥，在我演到最投入的篇章时，突然被画上了休止符。儿啊，快点回来，你爸爸挺不住了。我很感谢母亲告诉自己实情，让我送了父亲最后一程。父亲的离世让我开始反思，自己陪伴家人的时间太少了。于是我决定结束奔波的歌剧演员生活，把母亲接到身边好好的照顾，让自己不要再留遗憾了。虽然结束了歌剧生涯，但是呢，我没有放弃对音乐艺术的追寻，而是学会了把理想融入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我是一名中学音乐老师，我会在课上让学生去接触更多元素的音乐形式，培养他们的音乐审美是我的职责。闲暇时候，我还会去朋友开设的中老年艺术中心去帮忙。他们中的很多人呢，子女都不在身边，平时也没有一个说话的人，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快乐比学习更加的重要。合唱的这种形式啊，是能够让他们在歌声中寻求温暖与力量。现在我每年还会参加一些公益的演出，人间皆是浪漫，艺术永不落幕。我们刚刚欣赏了一段很有水准的舞蹈，看起来我们将要听到一首很有水准的歌。你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就带来一首意大利的民歌，叫《黎明》，送给大家。L'aurora di bianco vestita, già l'uscio rischiude al gran sole, di giaco le rosse sue dita, carezza dei fiori lo stuolo. La veste bianca e schiudi l'uscio al tuo cantare.Sai, la luce manca, ove non sai, non c'è l'amore。哇，谢谢。刚才男嘉宾刚开口的第一句，13号的表情是这样的。3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想了解一下你向往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我还比较喜欢旅游，对，我就希望如果有机会哈，可以跟另一半周游世界。那你觉得我怎么样？那你觉得我怎么样？哇，你很漂亮，谢谢，你很漂亮。啊，很主动啊。对。你除了自己唱之外，还去一个什么老年活动中心？对，
干嘛去？闲余的时候呢，就去设置一下他们机构的一些中老年的课程。那这样吧，我找几个人，你给他们排个合唱。哦，好呀，好。中老年的那种。这边现在有3个，不，排序不算，还99年的，很小。我再给你找3个女嘉宾。好。3号、4号、14号。那我们有一首歌，大家应该听过，就《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想听听老师的声线是什么样的？我的声线很百变。哇哦，来3种。你先来个原声。原声是这样：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好，还有夹声。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哇哦，太可爱了，可以呀。还有男低音。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女嘉宾，我们就是建议我们别唱了。不，就是我们以3位老师的那个声音为主，然后我们配和声，好不好？3号女嘉宾，您能否就是只唱第1段的旋律，只用呼去唱呼？然后4号女嘉宾呢，我们改一个字，我们改成哈哈啊。然后14号女嘉宾，我们改成还没唱，我已经感觉到有高级的味道出来了。绝对。然后3位老师，黄老师起个头，韩老师再加上，然后陈老师再加上。这是无辜的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的黄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远响，迎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好。我们单位要搞活动的时候，搞团建，把你请来，再组织我们大合唱。好，没问题。哎，你刚才片子里边说，你好像是从替补到主演。是的。有多长时间？7年。7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终于成了主演？在第7年的时候，我接到一部剧，然后呢，当时的剧组他是让我学一个很边缘的一个角色。当时我学完这个角色以后呢，我就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这7年内还是在干替补？然后我某一天我就幡然醒悟了，可能你努力的还不够多。那我该怎么样去进步呢？我就把那部剧目所有我这个声部男中音能唱的所有的角色 A、B、C、D、E 我全部学了，而且我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以后，我就跟我们的剧院说，我就说我所有的角色我都会，我不占用剧院任何的排练的时间，也不占用你们任何的闲余的时间，我自己走台，我自己去训练，我只求如果某一天有一位主演他上不了场的话，能否给我这一次登台的机会？太棒了。也很幸运，真的等到了这一次机会。我觉得他这个想法特别好，因为我也是制片人。如果比方说我之前想跟一个非常有名的男演员合作，我跟他经纪人联系的时候，我说我有一个这样的角色，想请他来。他说你把他的戏份摘给我，我给他看。
后来他说完这句话以后，我就说算了，谢谢了。因为我觉得表演一个角色，他不是仅仅他自己，一部戏它是个综合的。如果你连整部剧的剧本都不看，你只看自己的那个部分，我觉得你不够尊重这个专业。你如果觉得自己永远就是一个配角，那你就看不了全局观，你就不可能真正去理解这个角色的意义。而且他在后边做了多少默默的努力和准备，那么多在后台做替补的，如果那个机会来的时候你没准备好，你也上不去。郭琦。男嘉宾你好，你好。看到你的 VCR 里面就是说你有一个休止符的经历嘛？我想问一下，这个休止符的时期对你来说是有什么人生状态或者心理状态上的影响吗？因为我之前做歌剧演员的时候呢，我是一年可能只能回家1次，但是我爸爸最后剩3个月的时候呢，我也很感谢我的妈妈告诉我这个事情，因为父母嘛总是报喜不报忧的。我爸爸最后3个月的时候呢，我是全程陪同着他，然后一直看着爸爸最后离开我们。但是我当时就觉得，现在只剩我妈妈了。对，我不能再这样奔波下去，我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的家人，我不想再跟他们错过往后的余生的时光。自己给自己劝了很久，就是要终止我这一份事业，然后我要换一个生活的状态了。对。男嘉宾是因为他有这么一段人生经历，他父亲的事情之后，对这个事看得非常重。那也许你们还可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的父母的将来养老的问题？15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感觉养老的话，跟他们养我的时候是一样的，不仅要给予他们陪伴，还要给他们更多的空间，而不是说你们老了之后我就要管着你们去管束你们，而是他们想去做什么，我就要去支持他们，安全的情况下去支持他们，这是我认为的养老。谢谢。对，因为我在拍一部电视剧叫《老爸去相亲》，我们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老爸老妈过得好，我们就不怕变老”。但我觉得就是其实年纪它不说明什么，但是一个人他到底想要跟这个社会怎么相处，他到年纪大的时候，他要有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在继续他的生命，这个我觉得很值得探讨。我是这么觉得，因为我离这个话题比所有人都近。养老的这个“养”字，它似乎意味着老年人生命力是萎缩的，是没有了，才需要被养、被养着。但真的是这样吗？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要树立一个观点。第一观点是什么？老年人要以自己的生活为中心，绝不是子女和儿孙。当然，你可以去关爱儿孙辈，但是你的生活不是以他们为中心。第二，要有一种终生的爱好。无论是听交响乐，还是弄花弄草，这是所有的人从年轻时候就必须养成的健康的观念。好，看下一条。大学时期，他轻柔温婉的笑声如春风般吹进我的生活。如果有人问我成为他生命中的第几任是最幸福的，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最后一任，因为我们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选择结婚，一是因为我们对这份感情很有信心，二是父亲当时身体欠佳，我希望能尽快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不留遗憾。婚后，我主动肩负起了养家的责任，而且无论工作多忙，我都会早早的起床准备早餐，家务也都包了，一点儿也不能累到他。初婚的日子无比的甜蜜，可有了孩子以后，我们在教育理念上开始产生了分歧。他觉得孩子不需要太多照看，吃饱穿暖就行了，而我希望孩子能培养出对学习的兴趣和意识。我们的感情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后来他执意要去香港上几节高达7万的恋爱课程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担心他上当受骗，就极力的反对。但是因为那时候家里的钱都交给他来保管，他便无视了我的顾虑，不管不顾的带钱去了。
他回来后，我觉得他对家庭资金的管理不妥，便不再上交自己所有的工资。他对此心生不满，加上他当时的心思也不在家里了，所以最后他向法院起诉了离婚。面对这场危机，我第一反应是只要女儿，家里的房子、车子钱我都可以不要。不过他也没有犹豫，很果断的就同意了。现在我和女儿生活在一起，我女儿是最乖、最听话的孩子。我每天回到家，不管多累啊，只要能听到我女儿叫一声爸爸，我就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了。我也征询过她的意见，她也很支持我再找一个女朋友的。我现在依然相信爱情，会勇敢追求爱与被爱的权利。希望未来的她能够接纳我过去的婚姻经历，我们一起共度未来美好的生活。5号。那男嘉宾你好，就是因为我看到你说，就是结婚的原因有一项是想为了完成父母的一个心愿，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现在看来，你觉得要结婚的一个必要的因素是什么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现在继续。那男嘉宾你好，就是因为我看到你说，就是结婚的原因有一项是想为了完成父母的一个心愿，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现在看来，你觉得要结婚的一个必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我想解释一下，就是可能因为当时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爸爸妈妈2位，身体都不好，我怕他们看不到了，是第一个。然后呢，当时的为什么也决定说要跟他走下去，是因为双方互相的选择，不是只是因为父母的干涉或者怎么样。父母其实没有干涉过我，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对，选择都是很明确的。然后我现在对于感情呢也是憧憬的，因为我来节目之前。我跟我女儿沟通过，对，我尊重她的想法，因为我跟孩子之间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对，她就鼓励我说，她说爸爸，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追求你的幸福，没有问题。女儿给了我很强大的能量的支持，对，和动力来源，对，这样。谢谢你的回答，我觉得可能从现实条件上面说，现场因为男生非常优秀，又有艺术气质，表达也是那种非常让人舒服的那种。但是可能台上的女生的年龄啊，包括可能婚姻有一个孩子，这是一种天然的障碍，这个我们也确实能够理解。我问一下3号，你灭灯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他在广州嘛，因为我在上海，然后就是因为他还带个孩子，就是我觉得他应该不太会，就是带着他的孩子来到我的城市。如果选择我的话，燕青，你也是有过一段婚史的，是吗？对对对，是的。对，孟老刚刚说的对，但我觉得在你的 VCR 当中也听到了一些观念上的差异。我来表达一下我的想法哈，同样我也是离婚带娃的，听起来好多因素加起来以后，就觉得你在亲情的里面好像顾虑蛮多的，你不是很能够做自己。当我们走到下一个阶段，你想遇到一个新的人，开启一个新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根儿上不是说我们碰到一个缘分，不是一个外在的机会，而是你内在有没有对亲密关系产生一些新的认知。我其实很理解你，我们都有那样一个梦想要去到的地方，但是在真实的生活里，如果让我们自己做出选择，我们父母遇到这种情况，孩子还那么小的时候，我总觉得心向往之，但我身不能至。我完全理解黄老师说的理想状态当中那种大自由的、主权握在我手中的幸福是一种，但是也许还有一种集体式的、天伦的，然后彼此扶持，但是彼此温暖走得更远的，它确实没有对错之分，但它在我们每个人当下的选择当中。所以我赞同你做出一些改变，但是我也觉得如果太
太难了的话，你不必太勉强自己，找到一个匹配的人也更关键。好，供你参考。谢谢老师。好，谢谢老师，感谢感谢。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的，飞驰中旋转，一度渐冷吗？人光中我感觉表现还不错，我把我自己想说的、想表达的，以及我个人的一些工作生活的一些状态，全部都展现出来了。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大家好，我叫张航，今年27岁，来自辽宁，现在在安徽工作。你是戴这个牙套吗？啊，对对对，戴牙套呢。是。我们好像没有见过戴牙套的男嘉宾来哈。没有，我再有个半年左右就能摘了。已经等不到牙套摘掉那一刻再来了。对对对。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您的第一个诉求是？我希望每年能和你体验一次半隐居生活。就是挑休息时候挑个小村儿，租个1礼拜半个月的，然后就是做做饭，然后就是爬爬山，就是抓抓鱼啥的，就这种。哦，稍微减少一些社交，就放空一下自己。减少社交。你先告诉我们，这种半隐居生活，你以前过过还是没过过？我以前也过过，我跟我爸我妈有时候就会去。是你看你父母的生活的那个，他们就喜欢这么干。对对对，我感觉挺舒服的。有人觉得这个生活有意思，想去的吗？14号，男嘉宾你好，我看你说这个隐居生活的话，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从地里摘完菜，然后或者是直接抓完鱼之后立马自己做。那你应该会是一个做饭很好吃的人吗？那个你听我说，就是。你去的时候，你也不一定有菜，这个东西你还是得去买。完了，我做菜，我虽然说我也做饭做菜，但是确实是水平差点，确实是差点。秦明佳，男嘉宾你好，非常欢迎你来广西河池过隐居生活。哦，行，你知道他在哪儿吗？你这行。他说他在广西，广西哪儿？没听清，听着呢。来，我来告诉你啊，从你们东北往西坐飞机到南宁，南宁下来租个车往北开，大概200多公里就到了河池。河池下边有几个县，比如说巴马、大化那个地方都长寿，世界长寿之乡，隐居圣地，特别适合隐居生活。好地方，是好地方，就是。5号。啊，终于点到我了，因为我刚才一直想说我的祖籍是辽宁省的，然后刚好我也戴过牙套，然后刚好我做饭也不太好吃，然后刚好我也想退休之后体验一下这种半隐居的生活。因为我现在工作比较忙，我希望我老了退休之后能租一片就是田园的那种地，然后去过这种悠闲的生活。尤其是我非常想要就是那种放下手机，慢慢体验生活的感觉。英雄所见略同。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关注一下我。好，哇哦！好，来第2个。我不希望，你介意偶尔打卡低分饭店。好多那个小县城里边这种百年老店，巨好吃无比的那种饭店，分数只有2点几分，人家不 care， 照样天天排大队。10号。
我之前在北京有一次点外卖，一家麻辣烫，上面写的老板失恋了，每道菜都写的千万不要点，特别难吃。但是你点完回来之后，其实还挺好吃的。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低分饭店其实反而代表着是一种好口味的象征。来看片子。飞速转动的车轮是每个男孩追寻的冒险诗篇。我叫张航，从小我就对各式各样的车着迷，消防车、救护车、轿车、跑车，他们都是我童年的英雄。长大后，我选择了车辆工程专业，开始了我的飞驰人生。现在，我是一名汽车公司的产品工程师，专注于汽车后备箱盖的设计。市面上的汽车后备箱盖设计多种多样。在路上看到汽车过去，我就会看它的后备门，我会想它是怎么设计的。小小的后备箱也有很大的学问。现在你不光可以通过手动去开启后备箱，你还可以通过脚底感应。如果你被困在后备箱里了，你可以通过这里的机械按键，在里部打开后备箱。现在车有很多新的功能，包括远程启动、自动泊车、智能驾驶，这些功能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实用的功能。提升工作幸福指数最重要的一点，公司福利。因为我所在的是一家汽车公司，每次市面上有新车出来，公司都会购买一辆供员工研究，这也成了公司福利之一，做到足不出户试驾新车。公司还会定期组织篮球比赛，去年拿到了集团比赛的 MVP。对于打了17年篮球的我来说，这也是非常诱人的公司福利。对我来说，公司福利很重要的一点还有不定时举办相亲联谊会，总举办，这俩月整一回，就是因为我们公司男女比例太悬殊了，达到了惊人的9:1。很久没跟女生讲过话了，我来《非诚勿扰》也是来取经，跟女生联系联系，学习学习。生活中，我喜欢记录开心，网购的衣服尺寸刚刚好。在街边吃到了一碗好吃的小吃，完成健身目标挑战成功，看到一处美景，这些美好的小事情，我都会发在朋友圈里记录。不记录，很快就会忘掉它们。我想要把它们珍藏住，在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可以看一看它，回忆回忆。你生活中的快乐小事有哪些呢？我想收集生活中100件快乐小事。跟女朋友聊天，对方正在输入，也是我的快乐。希望能遇见喜欢的女生，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的乐趣。郭琦男嘉宾你好，就是我看到你的工作室，就其中有个内容是做那个汽车的后备箱盖嘛，因为我每次去开后备箱的时候，你需要手碰到那个按键，那个后备箱才会打开。对。然后我每次就摸那个尾箱的时候，就会摸得一手的灰。然后我看到你就说那个脚感应的那个东西，我很感兴趣，你可以详细的给我们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吗？对呀。我觉得这个功能是很适合女孩的，因为比如说女孩拿快递，2个手抱着，然后走过去拿脚一扫，然后就开了。哇哦！那你还有就是有什么别的车上的一些比如说别人不知道的小功能可以分享吗？不知道的小功能就有一个，我刚才在片里介绍那个，比如说你被绑架了，你在后备箱里。好。实际上后备箱里边是有一个机械的装置，可以在里边把后备箱打开。谢谢你学到了，希望用不上。13号。男嘉宾你好，你是汽车方面的工作专业。对。然后我有一个表弟，他是在哈工大读的是智能汽车制造。然后如果未来有机会，你可以见到我弟弟的话，感觉你们2个会有很多共同话题。好，谢谢。爆灯了。他怕他去见他弟弟去了，他就赶紧爆灯拦一下。你爆灯和他那句话有关系没关系啊？要快点抓住机会，遇见好的要好好快速的把握住才行。对，好呀，这就对了。
张欣欣其实还是很沉稳的，也向你介绍一下，我们5号女嘉宾张欣欣，硕士和博士都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现在在上海一家3甲医院担任外科医生，同时还参加过第69届世界小姐的选美比赛。供你了解啊，太厉害。就是刚刚你 VCR 里面有说，就是最近开心的一件小事，然后我现在想说的就是，我觉得我见到你就是我最近开心的一件事情。哇！觉得我见到你就是我最近开心的一件事情。哇！我的恋爱脑都长出来了。我的天！哇！然后13号迅速把灯灭了。秦明佳，男嘉宾你好，你说你打了17年的篮球是吗？对。我也打了11年的篮球，希望下台后可以和你一起打篮球。好，谢谢。哎呦，那你们俩在韩旭面前说你们打了多少年篮球？我没事，没我打得好吗？你打多少年？我从9岁开始打吧，现在应该我24，15年。对，15年。哎呦，那你赢了呀！他15年，你17年。就是，虽然打年头长，但是我这几年就一直关注中国女篮的比赛。哎呦，就是包括他们前年拿的世界第2，完了去年亚洲杯第1，就是打那亚洲杯属于降维打击了。你最后那篮板球太狠了。谢谢。这一看是真看的。真看。你喜欢看篮球？来，韩旭，你喜欢的在比赛当中看到的球星，在我们现场，我们还可以来一个互动，你跟他比试一下。行。哇，厉害了！这个好像都能扣进去了，感觉这个框我都碰到。哇！你们来比，看谁进的多。行。这篮筐上一说。哎呦！哇，好厉害！我要站中间一点。哎，完了！我现在完了！哎呦，朋友，赢过韩旭吹一辈子这件事儿。咱俩换个点儿，没点儿好。你看我做啥？哦，那个灯晃眼睛在上面，对你那个位置是对的。好，来，刚才不算，现在开始。好，开始吧，孟老师，我就知道。哎呦，太好了啊！有东西，好巧，好。2比0，哦，2比1。哎，哦，追平2比2是吧2比2平。别扣一个吧，我觉得。你扣一个，我们看看。这还不 so easy 吗？你来个动作的背扣，什么旋转。哦，就这样呗。呵。他跟小朋友玩皮球一样。我觉得他连跳都没跳，垫了一下脚。那你要扣一个吗？你也会扣吗？扣一个。扣了。哇！耶！有没有觉得《非诚勿扰》这场没白来？没白来，确实没白来。没白来。 1号，
男嘉宾您好，刚才看到您的 VCR 里面也有说自己的公司男女比例是9:1，是吧？我觉得这点会让女生非常有安全感。然后我想问一下，当你有了对象以后，对于对象的副驾，你要怎么去设置他的专属副驾呢？那肯定你做呀，要是就是咱俩谈恋爱，肯定你做。咱俩谁跟谁呀？我都感觉说出对。其实我说专属也不现实，你说真要出去地儿不够也得做。好的。太实在了，这是实在人儿。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刚开始的时候嘛，这是一点恋爱脑的小心思，觉得很甜蜜。我跟你讲，日子真过起来，没人在意这件事情。就是我心里有你的位置，根本就不在乎车上那个位置。24号。你好，男嘉宾。如果你公司的女同事就是后头有位置，她不坐，她就要坐你旁边，你怎么处理呢？我把副驾门先锁上，你先别进，你往后面坐。我告诉他我对象不让。好。对这种女同事，你就告诉她开启后备箱的方法。对。拿脚扫一下。对。5号。如果遇到刚才那个女生提到的问题，如果这个人是我的话，我会放上很多我的小物件，就是我的很多的装饰的、摆设的呀，然后垫子啊之类专属于我的一些小物件。什么口红啊？对，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男生会介意吗？那你放你的呗，没事儿，你放吧，放。哼。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你放了一支口红，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呢，你自己忘了，你一上来哪有那口红？那个口红有点像我的。3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很好奇嘛，假如用一种动物来形容你自己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呢？我想想。你这问题吧，说实话我没想过。那你比较喜欢什么动物呢？我不太喜欢小动物，对小动物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感觉。完了，死于小动物了，完了。好，来，没事，来由我呢，看下一条。爱情的滋味像口感独特的菜式，总是先甜后酸。第一段感情是在大学时期，我们的第一次约会，火锅的热气融化了初见的尴尬，但没想到我选的电影却成了他的催眠曲。第一次约会，我觉得应该男生来安排，我就选了一部刚上映的电影。我没想到他不爱看，在电影院睡着了，我还怪不好意思的。从那以后，我开始在备忘录里默默记下他的一切，他的喜好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喜欢玩魔方，我会买各式各样的魔方给他。有一次我俩逛街，看到了一个包，他眼睛瞟了瞟，但是也没要求我去买。然后我合计合计，他应该挺喜欢，我就去找了份兼职，干了10天，然后挣的钱给他把这个包买了。后来我在网上开了小店，却没想到给感情带来了新的挑战。你把你手机拿给我看看没？对，这个女生是谁呀？这个女生是我客户，我帮你给她删了。你删他们干啥呀？这不都我客户和同学吗？那你联系他们有什么用？我都帮你给她删了。看我手机我可以理解，我也让你随便看，但是你如果随便删我好友的话，就是不尊重我了，还这么做我就接受不了了。第二段感情的女生，她是一个表达需求很直接、情绪稳定的姑娘。刚开始我总是找借口管她借书，一本又一本，借了3个月。最后时机成熟，我就鼓起勇气向她表白了。我们的沟通属于直接模式，遇到问题会立马沟通。看你今天有点不开心呢？因为你昨天晚上去打球了，没有陪我散步，我有点不开心。哦，昨天出去着急，我忘了。那我今晚多陪陪你。他生气了会直接告诉我，而不是让我去猜。但是送礼物是直接给他惊喜，还是问他想要什么？我是真的很纠结。刚开始我不会问他，而是自己准备，比如花、鞋子、香水。他说不实用。后来我就选5个链接给他，他直接在链接里选一个。
我觉得这样的送礼物方式也挺好，不是盲目的惊喜，就是送给对方想要的就可以了。虽然因为异地恋我们没有走到最后，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相处模式是很好的。现在的我更加成熟，也更加期待爱情，希望遇见一个善良、懂得沟通的女孩，在爱情的河流中，我轻轻划桨，期待与你相遇的那一湾清澈。10号。我还蛮喜欢你刚刚送礼物那个方式，就是在你的选择里面让他去选一个他最喜欢的。然后我刚看你第2段恋情，因为异地恋没有走到最后嘛，那你现在还可以接受异地吗？能，这么果断？这孩子倒是没愁事儿，你发现没有？没什么不行的。能，肯定能接受。你只要感情到位了，可以。那这个异地恋过程当中，你会怎么做去维持这段感情？怎么的？你得1个半月见一面吧？你怎么都1个半月，你得见一面。要不就俩人约好了，一块儿去哪儿旅行，消失半个月，办隐居。过期。男嘉宾你好，就是我看到你的 VCR 里面说你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因为选的电影不是女生喜欢看的，然后生气了嘛。然后之前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情侣之间看的第一场电影就是暗示了他们的结局。然后我之前跟我前任就是第一次约会的时候看的电影是《战狼2》，然后后来我们吵着分手了。然后后来我又跟一个男朋友第一次看的电影是《前任3》，后来我们哭着分手了。然后我很好奇，如果你现在再去跟女生约会的话，会选择哪种类型的电影呢？这个东西肯定是不能选超级英雄的电影了，这个具体我也不知道。这回再谈恋爱我就问了。行，可以，谢谢。韩旭，你跟你们队友会一起去看电影吗？会，我基本上电影搭的都是队友。我关心的是你们坐在后边的观众会不会说前面我怎么那么倒霉坐在你们背后啊？什么都看不到。对，这不好意思哦。哎呀，不好意思哦。只买最后一排。最后一个问题，赵美文。男嘉宾你好，我比较好奇，就是您对未来的伴侣有哪些要求？可以有3个词来形容一下。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最后一个问题，赵美文。男嘉宾你好，我比较好奇，就是您对未来的伴侣有哪些要求？可以有3个词来形容一下。孝顺、温柔、知性。现在留灯的是3号、5号、6号、20号，除了5号之外，上去灭掉2盏灯回来。啊，完了。有请3号、5号。男嘉宾的心动女生看大屏。10号。哦。来看一下张航的自推女生是12号王梦瑶。
男生外在阳光有活力，是务实的行动派。感情中喜欢漂亮的皮囊，也喜欢有趣的灵魂。女生性格自信、爽朗、单纯可爱，感情中温柔包容，能够跟随另外一半的决定。两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小圈子，相处中也会懂得给对方留一点自我空间，是相处起来轻松自在、享受当下的一对。我们来看一下资料，底线坚守者，工作内外，我的优点选一个。工作内外。大家好，我是一名外科医生，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看门诊、做手术。工作中的我严格认真，一丝不苟。一面面的锦旗是对我最大的认可，拿下一个又一个证书，读下一个又一个学位，现在已经是一名博士研究生了。然而，我的生活可不只有学习和工作哦。生活中，我热爱舞蹈，学习了芭蕾、古典、爵士。也喜欢弹钢琴、音乐，这就是我丰富多彩的生活。哇，好了，好了，好了，我没看完呢，被这抓进去了。这个，圆圆，个性反差，喜欢这样的你，我的爱好。我的爱好。用话筒说话。我的爱好。这属于看傻了，这是。喜欢考古学和历史学，从小就对探索、发现国家宝藏等节目有浓厚兴趣，平时爱看考古和历史类短视频。王梦瑶，我的小精灵、小心愿，自信的我。小心愿。平时喜欢教老年人使用电子产品，遇到好玩的手机游戏也会教他们一起玩，希望给他们的晚年生活增加一些乐趣。谁家有这么个孙女儿，多幸福啊！这是宝贝家里的啊。倪燕青，打卡小可爱，喜欢这样的你。朋友说，打卡小可爱，想去成都看花花，去南极看帝企鹅，去看遍全世界的动物明星。你准备好了吗？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如果咱俩去旅行，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儿？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和喜欢的人一起去旅行，哪里都是好地方。但是我可能自己有一个很想去的地方，就是去看极光，这是我觉得特别浪漫的一件事情。我希望和我的爱人一起去看极光。好。我是挺想去比较远的地方，然后我就很想去，比如说埃及，去看看金字塔，然后去非洲，去看看动物的迁徙，去体悟一下就是人和大自然的这种互动，放空一下心灵。谢谢。王梦瑶。我会比较想去西沙群岛，因为我会比较喜欢海边。谢谢。你打什么时候开始想去西沙群岛的？是从小学吧，然后有一篇课文是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我们都看过，语文课本上我也看过，那个地方的海水非常非常漂亮。倪燕青。我想去的地方刚才已经都说了，成都还有南极。好，来，最后时间给爆灯的5号。男嘉宾，我有一句话想跟你说，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勇于表达自己内心感受，并且不怕被拒绝的人，所以我希望，你是真正的想好了内心的选择，不管结果是选择我，还是我被拒绝，我觉得都是我对你这份心动的一个很好的回应。知性温柔，这句话说的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说这句话，就是因为我知道爆灯可能会让大家对他有一些影响，因为这只是我单方对你的心动，但我希望是他遵从自己的内心，不管是不是真的对我心动，选择还是拒绝我，我都会很开心。来，你做决定的时候到了，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
因为你开始相信是不等于。哇！我现在有点不敢看他，我现在浑身都在抖，手一直在抖，很激动。我很担心，就是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我，所以我非常开心。他当时给我报灯的时候，我挺激动的。然后他说他是辽宁的，我更激动了。然后他说他上班的时候是上海，心情无以言表了，离得更近了。我对女嘉宾的第一印象就感觉她知性、大方、美丽，真的深深的吸引了我。但是张大夫的表现真的今天让人很意外啊！确实，张欣欣刮目相看。就是我没想到这一款是他喜欢呢。他喜欢这种极致松弛。外科大夫工作的那种环境，对这种松弛有强烈的向往。有道理。这个男生身上有一种强烈的，一切我都不 care， 然后无所谓啊。这个气质对某些女生是有致命吸引力的。秦明佳，你喜欢这一款吗？我很喜欢他，但是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错了，他走过来就直接到我这来灭灯。秦明佳，那之前那个上一场的第3号男嘉宾你也很喜欢的，你觉得那2个没选你哪个更遗憾？他是挺可爱的那种，他真的是挺招人喜欢的，就是像我们这种中年男人对他印象也很好。但是他刚才也解释了他那个选择的原因，因为他对温柔和知性，他其实强调了几次。我不温柔吗？你身上倒是没有太多的机会表现温柔这个特质。我觉得你别说，你以后就会好起来的。但是你看，这个秦明佳是这2次都被拒绝了，好像倪燕青也经常会被拒绝，你的心里是怎么想呢？拒绝没关系啊，还是要勇于表达爱情吧，就是还是要勇于追爱。虽然说我是大龄，然后有点就是离异嘛，然后但是还是要有信心吧。加油，你们一定会找到就是喜欢你们的人。我觉得你非常勇敢的留灯，然后经常也会到台上，但是唯一有一点点，就是每次到最后一问的时候，你特别容易放弃。我觉得黄澜说的对，还有一点，你和男生的那种问话问答之间都是很难走心的程度的问题。你回想一下，你的问题都是有趣性的。你要在设计问题的时候，要让男嘉宾对你的问题有印象，并且往深了去，这是我给你们的建议。还有，所有爆灯的女生被拒绝的概率起码大于50%，但是我们仍然鼓励爆灯，因为爆灯了之后，它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会让你因为爆灯在这个舞台上发光。有请下一位男嘉宾。穆老师好，3位嘉宾好，其他女嘉宾们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俊义，来自于浙江杭州，今年29岁。哎，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是？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抓娃娃。10号。我以前也特别喜欢抓娃娃，就是在上大学期间，然后特别喜欢跟男朋友或者是跟朋友去抓。但是我现在成长了之后，我感觉就是没有那么喜欢去抓娃娃了。像这种情况下，你会带我去做什么呢？
我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会带你去一下，因为我可能跟你正好相反，我是在工作之后我才喜欢上抓娃娃的。哦，对，因为我会觉得抓娃娃的这一个过程是在跟他设置这一个机器的人的一个博弈，我很享受去解决这一个问题。对，然后包括在抓娃娃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也能够看出就是对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哦，就比如说。可能抓个10次我就生气啦之类的，或者说是会更多的有耐心啊之类的。14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以前也特别喜欢抓娃娃，但是我是那种真的很菜的那种，每次都抓不到。有一次我花了100块钱，一个娃娃都没抓到，最后那个老板真的看不下去了，才送给我娃娃。收款100元。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别人抓娃娃给我，就是如果说在跟你一起抓娃娃这种情况下，就在旁边看着，你觉得可以吗？当然可以，没问题。你就是除了在旁边看之外，你还可以点你要哪个。就是他技术很好，指哪个抓哪个。哇！哇！哦，这是我之前抓的战果。对，大概3个小时抓了。3个小时。3个小时能抓那么多吗？对，那个老板有没有说给你200块钱，兄弟你别玩了，你上别家玩去？您的第2个诉求？我不希望你在和我玩推理游戏的时候不认真。这哥们儿是个认真的，抓娃娃认真，推理也认真。我可能得解释一下，就是推理游戏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范畴。我对它的定义就类似于，比如说你给我一个问题，然后希望我去给你一些方案去解决，或者说我们希望我们一起去探讨。所以说我把这一套过程叫做推理游戏。哦，我以为是剧本杀或者、对，我也以为是。他好像不是，是他自己，你会自己有一种专门的游戏类型，就叫推理游戏，是吗？这是一种游戏吗？还是一种生活里？它是一种范畴。剧本杀也是推理游戏的一部分。哦。7号。大家好，我叫王子歌，今年22岁，然后来自浙江省台州市，现居于陕西省西安市，是一名在读研究生。就是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你在对于你所给的范畴的推理游戏的，就是交流的情况下，你是平常都会是占主导方，还是一个被动的状态？实话实说不一定。如果说是在那种非常，他遇到的那个问题，他觉得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太大办法了，那个时候我会去占主导地位。韩旭喜欢玩这种有推理吗？没玩过。不喜欢是吧？好，那今天玩一次。这是谁说的？这你的是吧？这是我。好，他说他曾是一个数码博主。2，有1万个人认识我。3，我参加过上市仪式，有一个是假的。对，2真1假。2真1假。觉得2应该是真的吧？有1万个人认识你，因为你上了我们节目，肯定有1万个人认识你。我觉得是一个数码博主这个事儿也不难。对呀。而且数码博主就容易导致1万个人认识，对，对不对？关键是我觉得中国有这么多上市公司，参加过上市仪式也不是什么很，你又不是那个主角，参加嘛，我参加一下呗。那好难啊！你猜。我猜，那我猜1是假的。打根儿上给它断了。我也猜1是假的。哦，为什么？啊？你们猜1是假的吗？对，你可能喜欢数码，但你不像一个博主。来公布答案。1是假的。哦。耶！你根据什么这么猜呢？我就盲猜的。没有我的第6感，没有心理活动那个过程。我觉得像3这种的，就是看似好像不太可能的，往往它会是真的，因为它会设置一个迷糊的选项。
像10000个人认识这种东西就很玄乎。但是我觉得像数码博主，因为博主一般能做成一个博主的，他需要大量的时间去互动。哦，韩旭，你来说，到你了。第一个，我是法王。哦，法王。法王。对对对。第二。然后第二个，我特别喜欢蹦极。蹦极。对，因为就很带给你那种刺激感。但是你比别人容易碰到地。第三个，我喜欢穿裙子。哎。来，哪就是假的？我觉得是第3个。他不穿的裙子吗？啊，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他被迫的？不是，我脑子里想的就是，我认为第2个他在讲的时候，他眼睛里面在放光。我特别喜欢蹦极。我特别喜欢那个，就好像不是，就是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人会这么说的一件事情。然后对于第1个，我是一个法王，其实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就是比较两可的一件事情，就是对于我是一个法王来说，有可能是别人认为你是一个法王，有可能是你自己认为你自己是一个法王。哦。但是我会倾向于是认为你自己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法王，那排除法我就只能选第3个。公布答案。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对于我是一个法王来说，有可能是别人认为你是一个法王，有可能是你自己认为你自己是一个法王。哦。但是我会倾向于是认为你自己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法王，那排除法我就只能选第3个。公布答案。第2个是假的，我不敢蹦极。哦。刚才都是演的。很有演技，你骗过了男嘉宾。厉害呀！你可以接黄老师下一部戏了。对，我给你写个角色，安排个角色。好厉害！来看片子。从现实到虚拟，从 AR 到 VR， 数码技术像魔法，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欢迎来到吴俊义的数码世界。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数码达人。我家里面的话有3台电脑、4台掌机、1台 VR、1台 AR、1台 iPad、2部手机，还有这副眼镜。这副眼镜的话是一个智能眼镜。数码设备不仅仅是工具，从游戏到工作，通过大量的设备测评，我总能找到我的最佳搭档，而这种测评心理也被我带入了生活。在这个数字时代，每一次系统的更新都牵动着我的神经，我总是第一批尝鲜者，新的系统总是逃不过我的眼睛。对于信息的收集、整理、归纳这些方面都算是比较在行的。只要未来女朋友想要了解什么信息，我都有信心整理然后归纳，做女朋友的信息过滤器。现在我在一家国内行业领先的生物医药公司做业财一体化咨询经理，参与公司的数字化。毕业刚进这家公司的第1年就主持了公司的网络年会，然后公司在嘉兴那边有一个港股上市的一个仪式，也是我全程都主持的。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职场，每个人都可能遇到改变命运的机会。我的机会要从一次我认为它叫做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机会，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周三啊，我那个时候呢正在开心的打着代码，子公司的 HR 正好突然一下子过来找了我一下。我们现在在内部招聘，然后要招聘总裁助理的一个岗位。生物医药公司的总裁助理这个东西恐怕不是我这一个程序员能够干的吧？我就当做去跟长辈去聊聊天，然后短短的2个小时就让我从一个程序员变成了总裁助理。总裁助理做了3年，这份工作让自己更加擅长观察别人的情绪，还学会了很多可以运用到爱情里的方法论。在职场上，我学会了怎么让老板的选择变得简单，而在爱情里，我也会减少对方选择的困难。那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布局思维。那布局思维这一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在爱情当中也有一种体现，我把这一个叫做分层理论。简单来说，信任等级分为3级，然后随着我们的感情的增加，我们的了解更加的多了之后，我会逐步的去提升我的信任等级。现在的我想要找一个注重解决恋爱问题的女生，希望在这个过程里能一层一层的
增进亲密关系。有哪些女嘉宾觉得自己是那种数码爱好者？14号。男嘉宾你好，我通过你的 VCR 看到你对一些数码产品就是买了很多，然后进行一些测评。就是我平时也是有这样的爱好，我也很喜欢测评东西。10号。男嘉宾好，因为我以前的工作就是也从事过总助这个职位，然后我觉得你从程序员跨到总助，其实这个跨度还是蛮大的嘛。然后总助要做的就是很细心，然后我想问你是怎么做到，比如说工作中已经这么累了，然后你生活当中还能去帮女朋友去解决问题，就像对老板一样去对待女朋友。对，可能不一定会完全像是对老板那样对女朋友啊。方法不同。对于老板来说，可能我需要想得很快，然后方案可能噼里啪啦列好多个，然后我才能够去送给那个老板。但是对于女朋友来说，我可能更需要去照顾她的一些情绪，然后重要的不一定是一定要给出一个解决方法，而是帮她去排解某方面的一些情绪。5号。男嘉宾你好。那假如有一天你在跟你老板，就是你在陪他做一些事儿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女朋友有一个很紧急的电话打过来，就需要你立刻到她身边，这个时候你怎么平衡老板跟女朋友之间呢？我肯定首先会问一下我的老板，就是我能不能够从这个会议当中走开。但如果说他要是不允许的话，那可能女朋友那边我会先问一下。如果说真的是需要我去的话，那换份工作就行了。好。18号。男嘉宾你好，我看您平时工作非常的忙，然后您又特别喜欢玩游戏，我想问一下，平时在你休息的时候会怎么处理您和女朋友还有游戏之间的这样一个时间？处理的方法就是不打游戏，不打游戏。很好。关于信任，你说有一个3级的那个分层理论，3级，要不要稍微解释一下？是这样子的，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两个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会选择就是去告诉你一些我公司里面或者说是我的同事在工作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等到我认为感情可能或者说是安全感或者说是信任等级到了第2层的时候，我会去分享一些我家庭里面曾经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再往上一层，就最顶层的那个，我会去选择分享我自己真实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情绪。这些想法和情绪，我可能是很难去轻易告诉别人的。4号。就是男嘉宾说的，就是你怎么衡量你什么时候可以跟女朋友2级，什么时候1级呢？这个事情没有办法量化，就是感情到了之后，我就觉得我可以说了。那如果在生活当中聊到了，你觉得是相对你想拖后面说一点的事情的话，那如果前面女朋友问到了，那你会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我会去讲一下，就是这个东西我可能暂时不想说，因为我觉得讲起来有点复杂。那如果说一定要听的话，那我可能也会去说的。好的，谢谢。看下一条。如果爱情有系统，那它一定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初恋的女生，我们是在面试校主持人活动的时候认识的，彼此交流的时候，她很理解我的说话风格，能恰如其分地怼我。就比如说，你看这样子笑怎么样？别人是笑起来好看，你是看起来好笑。接住了我的一句梗，反过来去怼我，这个东西是其实在主持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他很懂我，一下子就击中我。后来我们成了完美的主持搭档，享受着互怼的快乐。我也慢慢对他有了好感。可她那个时候有男朋友，后来知道她分手了，我压制住激动的心，又等了1个月才向她表白。她说只要我发个表白的朋友圈，超过50个赞就答应我。于是，一场关于点赞的赌注，也成就了一段甜蜜的恋情。恋爱之后，2个人也是互怼模式，因为觉得我今天又
变帅。哎呀，你走开了，别让你的丑传染到我。我很喜欢这一种互怼的这一种感觉。后来面临毕业，我们去到了不同的城市，我每天给他发早安、晚安，分享各种日常，可他的回应就很敷衍，甚至都不怼我。最后我选择提出了分手。另一段感情的女生，我们是在抓娃娃机店认识的，那也是我第一次抓娃娃。可没想到我天赋异禀，2-3个小时就抓了10几个，就吸引到她的注意了。她是空姐，经常要出差，异地的时间里我们会经常通话，电话里她经常会有问题寻求我的帮助，我会很认真的思考，再给她讲如何解决。第一遍讲完，她却说刚刚在和朋友聊八卦，所以没听清。这样反反复复，我一共给她讲了9遍。这算是我们之间分手的导火索，长达9次的反复提问，我是不太能够接受的。那比这个反复提问更不能够接受的是一种有点阴阳怪气的反问式的回答。经历了之前的恋爱，我的恋爱系统越来越完善，对未来也有了一个更明确的想象，希望遇到一个懂得沟通、愿意倾听的女生。我愿意和她一起去享受生活里的每一项快乐。13号，男嘉宾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在跟你的女朋友相处的时候，女朋友生气了，你会怎么去哄她？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之前交往过的男朋友，就是有的会是冷暴力，或者有的是热暴力，就是怎么了，没事，热暴力是什么？你再说一下。就是疯狂消息轰炸这种，就跟冷暴力相反。我想请问一下，你是会怎么处理这种生气的时候的这种情况？你所说的2个，我可能都不是特别的会做。我可能会有的一个做法就是，先是去描述或者说是劝解他这一个情绪，稍微冷静一点。如果说要是短时间之内冷静不下来的话，那可能会上一点比较极端的手段，就比如说什么撒娇啊之类的。因为我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就是比较会干这种事情的人嘛，所以说可能这样子比较反差的话，他的情绪会突然一下子会稍微好一点。10号。我看你刚刚片段当中有提到你跟前女友的相处方式很多都是互怼的模式，但是我今天看你整场下来的话，基本上都是很正经的在回答问题，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你们是怎么沟通的？在那段的时候，我一般来说都是被怼的。我确实有的时候可能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他比较多的就是类似于我有的时候可能突然脑子一热，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今天好帅。他说你不是脸皮厚，你是不要脸。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会回过去，我说我不是不要脸，我是没有脸。最后一个问题，来魏总。男嘉宾你好，因为我看到 VCR 里面你和前女友你们的交往的开始是源于朋友圈点赞，那你会要求你的女朋友在朋友圈公开你们的关系吗？或者说秀恩爱之类的？对呀。他喜欢就好，这个为什么一定要要求呢？他喜欢就行，他想公开就公开，不想公开为什么一定要？我说的是你的意愿。我就是这个意愿，就想公开就公开，不想公开我也不会去强迫的。为什么刚才那个话引发了灭灯灭得这么快的？有人要解释一下吗？我想说一下。就是因为我这个问题呢，问的是你会要求我或者说女朋友的身份去做这件事吗？他说，想要发就发，不想发就不发。那我问的是你想还是不想？就是说你自己脑子里。你并不会对女朋友这个角色上的人物有什么要求，女朋友可能在你那里也没有那么重要。对，我觉得最后一轮灭灯是他上台以后所有的表现最后的那个极致的爆发。就是我的感觉，你上台好像是一次招聘，就是别人问问题，然后你回答。
我又想到了你说的那3层，就第1层你是说要一些客观的事情，第2层你会说过往，第3层你才会说你真实的情绪，把它埋得很深。所以在这个最后一问的时候，魏总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也许说你说我其实如果发一些亲密的照片，表示对我们感情的肯定的话，我还是蛮开心的。但是在他的逼问的过程当中，你会把你真实的意愿藏起来。人家再追问一句，你就不高兴了，所以会觉得好像你用你的防御层把自己包裹得太紧了。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非诚勿扰，现在继续。韩旭，来，这是你在我们这个舞台上看到的最后一个男嘉宾，说说你对他的印象。其实我就觉得他有自己很热爱的事业和梦想，然后呢，就是刚才我也是最后的片段，我也挺有感触的，就是因为从我这个年龄段来看，我觉得谈恋爱就是有很多的小细节和小问题，它其实都是很甜蜜的。因为你谈恋爱的时候，就是2个人肯定会有磨合，会有问题，然后你们这种问题可能会有点烦，但是呢，他其实是更想去了解对方的一个过程。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觉那是你。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会对回答做一些调整，就如同会加入一些我自己比较就是真实的那种想法。好的，谢谢观众朋友，谢谢韩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